认真攻略，从不漏球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琉璃。今天凌晨呢，暴雪终于更新了1.3.1的补丁。这个补丁啊，在战网端显示是有6个多 G 的，但是经过琉璃几个小时的测试，我发现版本更新之后最大的改动是这个。没错，暴雪在本次的补丁里贴心的优化了金币掉落的视觉效果还有表现。现在呢，我们在100层的密库开一个箱子，你就能看见金币如潮水一样喷出了。当然，实际的金额是没有任何变化的，而且呢，密库的箱子还是跟之前一样，如果其中有装备，也一定要等到金币喷射完了才会掉出来。我个人实测下来啊，也就是金币堆看起来变大变高，让我们更容易去拾取它罢了。除了这个金币潮水，还有之前视频已经提到过的改动之外，暴雪在这次更新还整出了一个新 bug。现在我们在刷暗金调和时的执法机密库中，有不小的概率会遇见一个全队谁进去了都掉线的房间。这个 bug 琉璃开自己的票刷了2次，暂时没有遇见，但听群里还有世界群道很多人在骂，希望暴雪能尽快修复这个 bug， 不然暗金调和时都要没法刷了。游戏中的其他改动可以参考琉璃之前的视频，一句话总结就是砍了造子怪和吸血怪，加强了一下小蜘蛛，然后修了无心夜空界的 bug。游戏外呢，设计师还更新了一个蓝帖，他们终于要解决稀有暗金重复掉落的问题了，但还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呢，请各位当前有重复稀有暗金的朋友，暂时不要分解自己的多余的稀有暗金。目前游戏中的稀有暗金是包括斜角之冠、安达利尔的仪容、祖父、末日使者、无心夜空之戒、塞利亚的溶解之心，还有祭坛矛7件。按照琉璃的推测，之后可能会出现分解稀有暗金变成碎片，然后我们用碎片去兑换自己未出稀有暗金的情况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跨职业兑换，比如说拆末日主妇换祭坛矛这样的。这个消息如果在2天之前听见，琉璃肯定是狂喜的。但是看见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已经连续干了1922把杜瑞尔，终于靠朋友把主妇给爆出来了。所以现在琉璃的情绪非常稳定，毕竟下个赛季终于不用这样受折磨了。不过考虑到下个赛季物品系统会大改，希望到时候稀有暗金的掉落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吧。本次的更新呢，还对游戏中泛滥的复制门票进行了处理啊。而暴雪对于这些广泛传播的复制杜瑞尔门票，它的方式是跟上赛季中后期一样，就是封号一小部分人，然后把大部分人的账户内的杜瑞尔门票进行删减。不管你之前囤了多少张，现在都给你变成一样100个，相当于是只留了50套杜瑞尔的门票给你。就是不知道新的布置 bug 还会不会有啊？感觉暴雪修了这么久，压根没修完啊，还不如直接开放杜瑞尔让大家无限刷呢。然后这个门票作为一个提升爆率的材料拉倒。反正现在90层以上呢，也都掉落925的装备了，杜瑞尔的925装备也没有那么不可或缺嘛。最后是小蜘蛛的几个配置分享。由于这赛季主要玩的是野蛮人，在大部分情况下呢，我的小蜘蛛都是一个辅助类的角色，我通常都会使用下面这种配装，也就是肾上腺素加战术和延效辅助，这样子它就能永远提供20%的独立增伤了。第3个格子呢，有原生就带原生，没有原生就带15%减伤的护卫辅助。肾上腺素在前期开荒坚韧低的时候，也可以换成保护这个技能。这个技能在版本更新之后，说明依旧是不符的。它实际上会提供一个100%生命值的护盾给我们，前期刷密库蹲角落摸鱼的时候非常好用。另外一个技能则是风暴，连强固加资源加击破辅助。有了永夜之后呢，根据情况换掉资源或者是击破辅助。这个击破辅助虽然很好用，但这个赛季大部分情况下利用的3秒增伤已经足够野蛮人打死怪物捡东西走人了。如果你想要小蜘蛛帮忙输出的话，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堆高自己的面板，因为赛季小蜘蛛的攻击是受我们攻墙影响的，所以呢，想让它暴力输出，我们就得刷到中后期把攻墙堆起来才行。以野蛮人为例，就是带不击怒火被动，然后配合心如止水威能和吸收者雕纹，把自己的战斗攻墙拉到10万以上。这时候你给小蜘蛛带一个闪电剑，然后连弹幕、刺穿和锁敌辅助，小蜘蛛就能变成电法帮你刷火盆和地狱狂潮了。而如果要打 BOSS 比如说杜瑞尔和莉莉丝，那么你就可以给小蜘蛛带暴风或者是萤火虫，这2个技能的伤害会更高一些，就是有一些延迟，速刷的时候体验是不好的。不过这次更新里暴雪依旧没修正小蜘蛛跟随的机制。如果你想要小蜘蛛帮你刷地下城，那么就会非常容易出现人跑在前面，小蜘蛛在几个屏幕之外打怪的情况。
现在使用下来呢，就只能打木桩，打莉莉丝和杜瑞尔有一点点用，其他的时候呢，都不如上面分享的那些辅助技能来的实用了。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我是这个赛季已经玩的有点厌倦的琉璃，下期视频呢应该是冲锋的构筑分享，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